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田曦薇嫁金钗选男主风波频现，周逸然意外逆袭担当。你以为选男主就是挑个帅哥站台？拉倒吧！现在的古偶剧嫁金钗选角阵仗，整得跟春晚抢 C 位似的，场面那叫一个热闹。田曦薇粉丝杠上周逸然阵营，一边喊挂件滚蛋，一边坚持非挂件不接，看得资方心头发毛。导演估计都快劝自己吃2片速效救心丸。你觉着开机剧集只差演员签个名？太天真了，里面的番位、资源、粉丝情绪比数学题还绕。究竟古偶男主荒的幕后，是演员咖位不匹配，还是娱乐圈这潭水说深不深说浅不浅？各路咸鱼秀肌肉，女主高光跟男主工具人吵成一锅大杂烩，谁家孩子能撑得住场子？谁家粉丝先点炸药包？咱当吃瓜群众，准备好瓜子看热闹吧。先明说，这剧的选男主过程像东北大妈抢特价鸡蛋，谁也不服谁。田曦薇的剧要找男主，先后转董思成、王弘毅，结果这俩人不是档期撞，就是角色适配没捯饬明白，最后定了周逸然。刚官宣，网上立马炸了。田曦薇粉丝不乐意，觉得男主是镶边挂件，是来给女主抬咖的。周逸然粉丝直接造了，3字不干了。他们家说周逸然是拖着资源进剧组的，男主戏碧血蝉都推了，就为接这活，结果成了工具人。谁干谁傻。你说这阵仗跟牛棚里斗争一样热闹。刚刚公布海报，只见田曦薇一人分饰阿女阿丑和千金未饶，光芒四射。男主在哪儿？没影。男主粉丝都快留言还我男主还我戏份，你说这是闹不闹腾？扎根生活，来2句大实话。古装偶像剧现在普遍面临男主荒，一线男演员爱玩现实题材，不爱古偶，没人陪你飙马追云，新人又资源不给力，资方压根不待见。这就像相亲市场，要颜值，要家底，还要彩礼，哪有这么齐活的好事？田曦薇粉丝干脆提议接受平番，先搞个合适男主，但这事儿吧，平番不是口头一说，真到宣传阶段，男主1秒变挂件，粉丝火气就上来了。周逸然这孩子也是倒霉，前阵子乔家的儿女换雨扑了后，资源一路下滑，突然碧血蝉也换角了，转头就进了嫁金钗剧组，还没露脸就被自家粉丝质疑降档背锅，让人咋活？坊间还盛传两方签了平番合约，结果官宣海报男主基本属于隐形人模式，资源咖位整的跟东北农村的大雪天，埋得连狗都找不到骨头。双方粉丝开始语音轰炸，谁都想为自己偶像争一口气。你说古偶圈这点破事儿，不折腾2遍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业内人。表面吵吵闹闹，两家粉丝火力全开，剧组官宣就能万事大吉，真当一回事？那你也太小瞧娱乐圈的暗流了。田曦薇这边事业上升期，逐玉天才女友存货满满，资源杠杠的，大概率是奔着巩固咖位来的。粉丝也不是吃素的，明确要求拒绝工具人男主，女主必须亮瞎眼。反看周逸然，最近资源跳水，扑接2部后急需新戏翻身，偏偏遇上个争议剧，粉丝坚持非挂件不接，工作室又装死不回话，气氛别提多微妙。剧方这边，杨龙导演，周末编剧 S 加及配置加上原著 IP 爆款潜力，但有一说一，以前于正也是因主演挑挑拣拣、五福临门等剧直接停摆，这回若是僵持不下，嫁金钗怕也重蹈覆辙。这时候你能感觉到整个项目仿佛被按了暂停键，大家面上装淡定，实则如同锅里加了辣椒油，谁也不敢认怂，粉丝死磕咖位，
剧组担心投资泡汤，演员也闷头考虑选这个戏是不是职业自杀。外围群众一边倒瓜，一边说都2025年了，还会卡男主咖位。实际是没人敢当第一个松口的。你以为选男主荒是单纯市场规则？可惜粉丝话语权已经成了项目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把剧组搅个底朝天。你以为这就到底了？错！突然一夜之间，网上爆出所谓平番协议，其实虚有其表，宣传全程女主高光，男主直接工具人包装，简直就是平番看得见，戏份摸不着。这下周毅然粉圈态度180度转弯，直接要求剧演不给我资源就别来消费我哥哥。更离谱的是，据说周毅然推掉了碧血缠男主资源，转头接这部，粉丝嗓门越来越大，意思就是哥是来扛剧的，不是来给你高光打下手的。田曦薇粉丝也不示弱，就要女主高光剧情，坚决拒绝工具人男主。再看市场，古偶近年已经陷入男主荒，咖位难寻证，知名男演员都扎堆去演现实主义大戏，大 IP 新人资源不上，女主一枝独秀，成了业内怪现象。这种格局雕刻出来的矛盾，女主必须高光，男主沉迷工具人，那干脆叫女主独角戏的了，男主还来干啥？这次周毅然被推进镶边男主，粉丝高潮不断，剧组一边哆嗦一边咬牙硬挺，大家仿佛掉进了名利场的洗衣机里，搅得谁都静不下来。这场番位大战已经不只是剧组的事，是演员资源分配权、粉丝话语权、投资风险三方对撞，各自都想分一杯羹。剧组要捞爆款，女主粉丝要咖位巩固，男主这个工具人标签仿佛大锅盖，谁都不想背。在这个流量为王的年代，演员地位被粉丝舆论暴打，谁敢当工具人，谁就是下一个扑街王。就这一波操作，简直是娱乐圈饭圈权力的洪荒神话。闹腾过后，剧组、演员和粉丝都暂时偃旗息鼓，表面看风平浪静，其实地下水流哗哗响，把所有人的心都悬了半空。反转之后，各方从强硬到咬牙观望，谁也不愿先拉闸，连剧组宣传话里都不敢再提番位，恨不得用朋友搭档4个字来糊弄。田曦薇粉丝咬定女主必须独美，周毅然粉圈坚决不做男主挂件，利益分割的蛋糕越切越碎，奔着分家不分利的局面去。就算剧组真的启动，演员合作也注定一地鸡毛。此时大家面上和气，背后都在盘算要不要换人，是否暂停项目。活脱脱复刻了吴谨言、王星越因番位卡关剧组停摆的尴尬。剧组想平衡粉丝诉求和剧情塑造，难度堪比让大人穿进小孩衣服里头，还得保证不崩当。这么一搅和，不但加深分歧，还把平番友好合作的理念撕碎在的。你说2025年4季度能如期开机？别做梦了，光是这波粉丝博弈，项目随时都有可能变成无头案。放眼整个古偶市场，都在纠结女主独美还是双主并肩，你追我赶，最终未必有人得利。谁都不想当冤大头，侥幸心理扎堆，雷声大雨点稀。说实话，这场古偶选男主的风波，看似咖位资源之争，实则是市场和饭圈的无休无止的拉锯战。田曦薇粉丝眼里，男主像奶茶里的珍珠配着好喝，抢了主角味儿就酸了。周毅然粉丝用东北口气讲资源不给力，谁还愿意装面子？剧组家中间整得跟两口子闹离婚，孩子争抚养权，谁劝都不管用。你要真觉得谁颜值谁能当主角，那我只能说你也太单纯了。娱乐圈的剧本，有时候连编剧都演不明白，假装夸一下剧组能做到随时停摆，也是技术活。粉丝站队这组织纪律，
有时比演员敬业多了。这场选角风波，估计能写进娱乐圈饭圈发展史典藏版。也别总拿资源、咖位说事儿，做人要厚道。剧能不能开机，归根到底还要看谁先绷不住。最怕的就是双方再来一次接力赛，谁都不肯松口。古偶男主荒戏码还能演上100集？你说这嫁金钗男主番位之争，究竟是演员资源的事，还是粉丝掌控了娱乐圈剧本？咱好奇，要是以后每部剧都要粉丝操盘，干脆主创去粉圈请示办事，导演都快变成客服了。你支持田曦薇粉丝，坚持要女主高光剧情，还是站周毅然粉丝立场，坚决拒绝工具人挂件戏份？假如选角风波一再升级，咱还能等到2025年如期开机，还是又见一部无限搁置的古偶活宝剧？评论区等你整活，继续瓜分这场娱乐圈世纪大撕。